大旱之年，我被父亲卖入神府。大娘子见我与小姐眉眼相似，留我做贴身丫鬟。小姐温柔仁善，连宫里赐的点心都分与下人。原以为我会陪着她嫁人生子，看她子孙满堂。小姐不好了！可谁知北戎破关了。小姐撑住，撑住！您在京城赵家定过一门亲事，到了京城，活下去就不成问题。如风，你我心知肚明，遭逢此难，亲事怕是不成了。就算亲事不成，老爷当年为了让您日后日子舒服，还曾拜托赵府打理这几处京城的产业，这都是您的钱。如今一无所有，只求看在往日的情分上，能在京城得个活路。这位大哥，劳烦通报，北疆沈家前来拜会老夫人。去，哪里来的叫花子？侯府大门也是你随便占的？我没有乱认，我家小姐在京城定下过一门亲事，就是赵府。沈家的亲事？北疆沈家？那地方早被北戎铁骑踏平了吧？全家死绝的落难户，竟还敢上门攀亲戚？哼！你们小姐竟然还活着！这位大哥，这话说的实在难听。遭逢大难，我家小姐尚在人间。实在对不住，兵荒马乱的，又没一个来线，我家老爷以为沈家人全都没了。如今只求看在往日情分上，能在京城得个活路，还请通传。通传？前2日才给我们少爷新定了亲，您这帖子实在是来的不是时候。哟，还想着当少奶奶呢，人家连媳妇都定好了，全家都死绝了，赶紧滚吧，要饭去别处。听见没？识相的就赶紧滚，别脏了侯府的地界。亲事本就是父母定下的，有所变化也是常事。什么意思？我家小姐初来乍到，想着老爷与赵家本是世交，特来送上拜帖，想要一见。行吧，这是应该的，我这就将拜帖送进去。赵家既已另结亲事，这拜帖送进去，只怕要在这冷风里等上几个时辰了。好姑娘，好啊，这一路上受苦了。大娘子曾说我与小姐眉眼相似，她认错人了。这深宅大院，身份绝不能糊涂。赵老夫人，请您怜爱我家小姐。北戎人杀红了眼，老爷和夫人出逃时本就艰难，可路上烧杀抢掠，老爷没了命，夫人也跟着去了。小姐是吊着一口气才到的京城，还请赵老夫人怜爱。老夫人，这……你也是个好孩子，你家小姐如今在何处？在城南的客栈中，这一路辛苦，小姐一到京城便病倒了。哎呦，快带老夫去看！可怜见的，同去同去。落魄成这样，咱们做长辈的必须得亲眼瞧瞧。就是，要是连个落脚地都没有，岂不成了满京城的笑话？各位太太留步，小姐如今病着，并不容易见客。放肆！你一个丫鬟敢拦主子！只是他交代，既然到了京城，便要让赵家不再为此担心。奴婢这才来送上拜帖，等小姐将养一些日子，
再来拜访。真是个明事理的好孩子。这里是一些银票和补品，告诉你家小姐，我在赵家等她拜见。老夫人，这太贵重了，奴婢不能。且不说我们两家还有亲事，单单他母亲幼时与我的情谊，这个你也得收下。再挑2个丫鬟、2个小厮拨过去，这孩子一个人怎么照顾得过来？是。赶紧回去陪着你家小姐。身体还未好，何必做这样劳神的事情？这些日子，我常在想，以后的日子要怎么过活。赵家的亲事怕是不成了。我们身上虽然还有些银钱，但在这挥金如土的京城又能活多久？不如提前找个活计。小姐，这活计自然得找，这京城根本没有咱们的活路。您知道那门房怎么说吗？他们早就以为沈家人死绝了，前2日已经给那少爷新定了亲。那老夫人表面上拉着我哭，满嘴的情分，转头就用这几两碎银子砸我的脸，还强行塞了4个脸线过来，像看犯人一样把我们押回客栈。他们这是把您当叫花子打发。原也没想着这桩亲事能成，可他们这也太快了，简直是没有将咱们沈家放在心上，半分脸面都不留。老夫人还说在府里等您去拜见，分明是想看您的笑话，逼着您低头做妾。赵老夫人虽然看上去是个好的，但若真牵扯到切身利益，她怕是绝对不会站在咱们这边的。送钱送人，既要断了我们的活路，又要占个体面人的好名声，这世间哪有这般便宜的事？小姐，那我们怎么办？这亲事既然黄了，咱们总不能硬赖着受辱。自然不赖，只是父亲当时为了让我嫁过去有舒服日子，曾拜托赵府打理京城的几处产业，不知如今能否再要回来。那我们何时去赵府拜见？我这就去叫车，咱们当着满京城人的面去把咱们的东西要回来。不急，就说我还病着，下不了床，你去帮我做几件事。小姐，全办妥了，去了那几处产业，生意和客户数额全对上了，衙门的女户办下来了，咱们脚下这宅子也落在您名下了。再给赵家送一次拜帖。这是您亲手写的？病既养好，该办的事也办全了，既要退亲，就该堂堂正正的去退。北疆沈家沈清雪小姐亲递拜帖。沈家小姐，小的这就去通报。沈小姐，老夫人邀您进去说话。看那气派，哪像逃难的？穿的再好有啥用？还不是来打秋风的。这假山水榭竟乱摆一坨，这院子看着就让人心生烦躁。他们定是想在正厅给咱们难看。放心，我们吃不了亏。北疆沈氏清雪拜见老夫人。哟，
这逃难来的规矩倒是没全忘，只是让贵客看了笑话。就是，到底是个没依没靠的孤女，到了咱们这儿可不得伏低做小吗？清雪啊，快起来吧。将军，这便是我先前与您提过的，原本北疆沈家的姑娘，遭了战乱，同父母跑出来，如今啊，就只剩下了她一个人，可怜的紧。谢骠骑将军驱赶异族，还大雍一个清明盛世。这使不得，俺应该的。好了，既然都是自家人，也莫要拘礼了。清雪啊，你如今孤身一人，以后的日子总得有个着落。是啊，咱们赵家心善，老夫人连后院偏房都给你腾出来了，你安心住下便是。老夫人费心了，清雪自知家事飘摇，实在无法再入赵府，今日特此前来了结这段亲事。如今有骠骑将军在，也算做个见证。好姑娘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北戎人来的突然，这是谁也没有料到的事情，这又算不得你的错。如今你又在京城一人，了结了亲事，你要怎么过活？就是啊，咱们老夫人可是大发慈悲，不嫌弃你这落难的身份。你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女，离了咱们赵府的庇护，难不成去大街上讨饭？多谢老夫人担心，只是清雪来的时候便听说了，赵家少爷已经新定了亲，这才想着将这门亲事退了，免得以后新夫人误会。你刚才说什么？退亲？是，清雪自知变故突然，赵府另寻亲事也在合理之中。今日来，也只是想要和和气气的将亲事退掉，也算是不伤两家情谊。此事本就是朝歌娶妻，不如等朝歌来了再做决断。赵府居然不想退亲，既舍不下老爷留下的产业，又不想落个坏名声，难道是想让小姐做妾？祖母，快，正说你与沈家的亲事呢。这丫头今日非嚷嚷着要退亲，你快同她分说明白，别让她不知好歹。这就是北疆沈家的那位沈清雪，长得还算标致，只可惜啊，这一身的好皮囊掩不住你如今这副落魄的穷酸气。哼！放肆！你怎敢这般折辱我家小姐？你沈家满门死绝，就剩你这么个逃难来的孤女，你也知道，就凭你目前的家世，是做不了正妻的。哎呦，朝歌说的在理。咱们赵家是什么门第，哪能让一个丧家之犬做正房大娘子？退亲？退了亲你去大街上要饭吗？本少爷心善，见不得你流落街头，乖乖进我赵府的门，做一房贵妾，小爷我也能护你一生周全。你笑什么？你一个丧家之犬，有什么资格在这里发笑？我笑你白日做梦，居然想让我做妾。你这沈家姑娘疯了不成？敢顶撞少爷？你我之间虽无情分，但好歹也是正经定过亲的人家。
若是婚事不成，退掉也就罢了。如今竟想着趁我丧父失母，把好端端的一桩亲事变为聘妾。住口！赵家好歹也算是勋贵人家，怎么能说出这般毫无体面的话？你们赵府百年清誉，难道都为了狗吗？各位夫人太太，如今你们也看到了，朝儿哥并不想娶我家小姐为妻。既然你们赵家连最起码的体面都不要，那这段婚事便退掉吧。放肆！主子说话，哪里轮得到你一个贱婢插嘴？什么？你们一介孤女居然想着退亲？你以为你是谁？你们在京城无依无靠，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。今日不入我家为妾，明日便会入别家为妾，甚至沦落到大街上去摇尾乞怜。哈哈哈哈哈！你们还在这里装什么清高贞烈，如此挣扎，不觉得自己可笑吗？如风，将我让你准备的东西拿出来。这是我在京城办的女户和买的房子。女户、房妾，你这头哪来的孤女？哪来的一个银子立户？这文书定是你伪造的！衙门的红印就盖在上面，是真是假，赵公子尽可去验。我在京城并非无依无靠，离开赵府也并非活不下去。今日来，只是为了退亲。你这丫头竟瞒着我们走了这一手！若你们还要就此羞辱，我便告到衙门去，鸡鸣冤骨，请京兆尹来断一断这悔婚逼妾的案子。疯了！真去衙门，咱们赵家的脸面往哪儿搁？沈家只剩下了我一人，丢人便丢人了。可你们赵家在京城根深蒂固，盘根错节，不知道丢不丢得起这个人。贱人！沈清雪，你敢！松手！俺说不了大道理，但俺知道沈姑娘是因为战乱才来的京城，是个苦命人。她这样为自己争取，已经是不易。俺也看明白了，这亲是得退，你压根儿就配不上沈姑娘。沈姑娘，你放心，你还有啥想说的就全说了，俺在这里，你这亲指定能退。多谢将军成全。既然决定了要退亲，小女便还有一样东西要取回来。我父亲生前曾拜托赵府打理京城的几处产业，算算日子，这些年怕是已经有了不少盈利。不知这些银钱目前存放在赵家哪个库房里？你退了婚不够，竟还敢要我们赵家拿钱？不要脸的！刚才还装出一副视金钱如粪土的清高样，现在终于露出狐狸尾巴了。你想从我赵家扒一层皮？赵公子刚才也说了，我是无依无靠的孤女，先前为了立户买房，手头上确实没有多少银子了。赵府百年门第，拔根汗毛都比我沈家的大腿粗，还请各位长辈不要为难我一个活不下去的晚辈。清雪丫头啊，你常年养在深闺，怕是不理家中的财政，所以不晓得外头的事。我家小姐查账从未有过纰漏，你们赵家欺负我家小姐父母双亡，竟想私吞孤女的家产！放肆！看你是个女娃，老夫刚才便不计较你在这里信口胡诌了。你父亲当年是托赵家帮他经营几家店铺，可那是赵家与你父亲空口定下的，
既无凭证，也无利息。我赵家出人出力，勤勤恳恳替你们沈家打理这么多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如今居然还要落个私吞银子的罪名。听见没？我祖母发话了。哼，既然你们不知好歹，就拿着那几间破屋子滚出赵家。没了我赵家庇护，你一个孤女在京城寸步难行。我倒要看看你明日会不会饿死在街头。到时候你就是跪着来求我做妾，我也嫌脏。谢老夫人成全。既然老夫人金口玉言，不愿再担这私吞银子的罪名，那小女便只将那几处商铺全数收回。至于这些年的盈利，全当沈家报答赵家多年的打理之恩。将军在此作证，从今日起，北疆沈家与京城赵家退婚毁约，恩断义绝。贱人！圣上赐的刀在此，谁敢动他，俺就砍谁！如风，我们走。沈姑娘，等等俺！今日退亲夺产之事，多谢将军出言相护。不知将军追出来，可是有其他事情？不用谢俺，你别叫俺将军，俺叫赵磊，是赵家旁支的，立了大功才让俺回来一趟。俺也听不懂你们刚才在屋里说的那些弯弯绕绕，俺就是觉得你是遭了难的人，又没了爹娘，这群王八犊子就不该在京城这么合起伙来欺负你。那谢过赵将军。俺听说你买了院子，手头紧，连吃饭的银子都没了。陛下刚刚给俺发了1000两黄金，俺全搬你院子里去。你别怕饿死，姑娘要是急用，先拿去花，不用还。多谢赵将军惦记，小女刚才在屋里是在诓骗他们，我手头上并不是真的没钱。将军留步。小姐，刚才可真是痛快。不过我不明白，咱们为何不趁着刚才的机会，将这些年老爷留在京城产业的银子都要回来？我本就没有想着要回银子。啊？为何？若是直接要店铺，赵家必定想尽办法阻拦。倒不如先提个让他们割肉放血的条件，让他们知道痛了，再退一步，只提拿回铺子，就会容易许多。小姐真是聪明，以前只是在书上见过这种做法，第一次做完，我也觉得心惊。不管，我家小姐就是最厉害的。虽然退了亲，但也把赵家得罪了个彻底。我们只是毫无根基的孤女，赵家碍于颜面，绝不会明着动手。但这不代表赵家门下的其他人会放过我们。里面的人听着，别躲在里面不出声，谁不知道你们干的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？就是，还退亲，分明是在逃难路上被人欺负了，身子早就脏了，失了清白，这才被赵家赶出来的。一个残花败柳，还敢买房子立女户，也不嫌丢人现眼。看我滚出京城！小姐，别秀了，外面都快把你贬到泥里去了，你怎么还有这闲工夫？怎么，你还能出去把他的嘴堵上不成？那也不能任由他们这样败坏你的名节。这等恶毒的黄谣传出去，你以后怎么见人？名声臭了就臭了吧，有赵家在前，我也没了嫁人的心思。我们立了女户，就好好过自己的日子。我今日非出去把这群畜生打死不可！今日我就是拼了这条命，也要撕烂你们这群恶狗的嘴！怎么没动静了？怕是躲在里面羞愤欲死，不敢见人了吧？这种失了清白的烂货，就该被进猪笼！我看谁敢替他出头！哎呦，你
干什么？都给俺闭上你们的臭嘴！退婚那日，俺就在正厅里坐着，俺亲眼看着是沈姑娘挺直了腰板，亲手退的赵家。你是谁？你休想替他洗白！放屁！赵家在沈姑娘生死未明的时候，就火急火燎的定了旁人的亲，既贪图人家老丈人留下的家产，又不想背上抛弃孤女的骂名。下次再要俺看见你们在这造沈姑娘的谣，俺一定把你的头拧下来当球踢！滚！小姐，是赵将军，是朴喜将军来给咱们撑腰了。赵将军，您怎么来了？快请进。俺今日来是来求你的，你在行里，俺心里过意不去。赵将军言重了，清雪不过一介名声尽毁的孤女，身子又弱，又能帮得了大将军什么？圣上派俺去前线，这是俺妹子，想要在你这儿养一段时间，俺绝不让你白养。这妮儿喜欢吃鸡鸭，俺全给她带着了，她自己会养也会杀，一点也不娇气，指定不给你添乱。这是1000两的银票，此次出征最多3月，应该是够的。这笔钱，就算买他这3个月的命，中不中？1000两，前线托孤，赵将军好大的手笔。可你怎么知道我一定会帮你？你我非亲非故，我如今更是名声扫地，满城都在看我的笑话。赵将军凭什么觉得我会为了这1000两银子去接你这烫手的山芋？俺知道你敢跟赵家退亲，绝不是贪钱的人。可你自立了女户，又是俺认识的人中唯一有文化的。赵嫣儿之前也在赵家祖宅待过，她告诉俺，说是里面的人全是心眼子，平白无故被冤枉过好几次。俺就想着，你这里安静，她跟着你，定能学些好东西。赵家那些烂心肠的，连我们小姐都敢随意作践，更何况是个没爹没娘的孩子。而且，嫣儿在你这里，赵家的人就不会轻易来寻你麻烦。门外那些泼皮，俺能打一次，不能天天打。什么意思？毕竟俺们也算是同宗，嫣儿留在这儿当个挡箭牌，要是赵家敢来闹事，坏了嫣儿的名声，赵家的几个姊妹就都不好嫁了。好，嫣儿留下，我会尽心教导。等等，战场凶险，半月寄回来一封信，我会读给嫣儿听。俺不识字，更不会写。无妨，军中应有军师，你想要给嫣儿说什么，告诉他，让他写出来寄回来。住！哎呦，我的小祖宗，你快把那锅铲放下！这哪是养孩子，这是招了个混世魔我！俺自己会做，俺不嫌烫。如风，别吓着他。清雪姐姐，吃蛋。好，嫣儿真能干。停下！你这丫头，好好的院子让你搅得鸡飞狗跳，你拿着铁疙瘩戳鸡做甚？俺没胡闹，这是俺哥教俺的。俺哥说了，练好了可以上阵杀敌。
若是当年我有武力，老爷就不会遇害，夫人也不会积劳成疾。真的吗？俺哥就是靠这枪法把北戎人赶跑的。那你可以教我吗？教我。好，俺教你。俺哥说了，手眼得合一。前线送来的家书。原来这便是那个连字都不会写的将军，一笔一画磨出来的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俺哥有给俺说啥不？他是不是又立大功啦？你哥信上说他在军营里逮住军师教他认字了，如今连名字都会写了。你哥让你好好听我的话，别天天惹是生非。凭啥？凭啥他一个粗老汉都开始学写字了，俺还不会？你们是不是都欺负俺没墨水？小丫头，你冲我家小姐嚷嚷什么？你哥学写字那是好事。上一次俺回赵家老屋的时候，里面的妞都穿金戴银，拿扇子指着俺的鼻子笑话俺，说俺连自个儿的名字都不认识，只配在院子里玩泥巴。他们还笑话俺说话有口音，说俺不配姓赵。俺说话哪里有口音了？俺说话哪里有口音了？你这孩子，那些高门大院的小姐本就眼睛长在头顶上，你理他们的闲话做甚？俺偏要理。俺哥在前线拿命拼，他们凭啥看不起俺？就因为俺不认识那几个破字。所以你也想识字，想把这口气争回来？当然，俺爹俺娘死得早，如果不是俺哥靠那套枪法挣下军功，赵家哪里还记得有我们这一个旁支？俺哥说了，俺们被欺负就是吃了肚子里没墨水的亏。话说回来，青学姐，那墨水喝了真有用吗？俺之前在赵家偷偷闻过，咋那么臭呢？你笑啥？俺问的正经呢。肚子里有墨水是个形容，证明这个人读的书多，不是真叫你去喝那又黑又臭的墨水。不喝，那咋弄进肚子里？用眼看，用心记，学得多了，你就能把那些嘲笑你的人踩在脚底下。如果你想学写字，我可以亲自教你。以后你不仅能读懂你哥寄回来的信，还能自己提笔给他回信。但是你必须守我的规矩，听我的话，能做到吗？俺现在也很听你的话。如风，去将启蒙的东西全都准备好。北戎也被驱出百里之远，他们野心不死，还在斡旋。这里还有一句：赵燕，好好听话。天老爷，赵将军这进步的也太快了吧！这几笔写的比上次强太多了。难道我就进步的不快吗？哟，连字都没认全呢，还敢跟你哥比？你听清楚，我没说是俺，我进步就是快。笑什么？等我练好字，我要亲自给他写信骂他。这怎么跟鬼画符似的？军师换人了？不是军师代笔，这是他自己写的。我哥自己写的，他写啥了？快念！军中遭偷袭，
损伤惨重，我负伤了。好在伤势不重，还能提笔。赵将军进步神速，他若是从一开始就读书，必定能考取功名。小姐，这都足足等了1个月了，前线一点动静都没有。燕儿今天在院子里转了快100圈了。不急，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，不急。1个月了，赵雷，你到底在哪儿？燕儿，你拿枪作甚？你疯了！前线军机岂是你一个丫头能打探的？快把枪放下！足足1个月了，一点活人信都没有，我等不了了。既然外面没消息，我就去赵家祖宅，他们一定知道。去！哪里来的疯丫头？赵雷早就不归我们赵家祖宅管了。放屁！他是你们赵家的骠骑将军，他到底在哪儿？在哪儿？他带着一队人马去偷袭，出去就没回来。现下只有2种可能，一种是早死透了，阵亡；一种就是他贪生怕死，投靠北戎叛国。你胡说！放肆！滚回去！我赵家清清白白，绝不沾染叛国逆贼。关门！燕儿，你说话呀！打探到什么了？他们说哥哥带着人去偷袭，出去就没回来。没回来？那到底是死是活？赵家总得有个说法吧？赵家说只有2种可能，一种是阵亡，另一种是叛国。这绝对不可能！赵将军怎么会叛国？我可怎么都不可能叛国的，他也不会死，不会死，我可不会死！赵家不要我了，他们说我是叛贼的妹妹。晴雪姐，我哥要是真回不来，你们是不是也不要我了？我会连累你们的。闭嘴！别人怎么说我不管，在我这儿，你哥哥就是顶天立地的英雄。你听好，以后无论如何，姐姐都不会离开你的。天塌下来，姐姐给你顶着。晴雪姐姐，你和如风姐姐是除了哥哥以外对我最好的人，燕儿也不会离开你们的，打死也不走。真好，还把我也算进去了。咱们3个以后就在一起，谁也别想欺负咱们。这世道要将我们逼上绝路，我们偏要死死咬住活下去的根。燕儿，快给哥哥开门！燕儿，你声音不对，别开门！你是个什么东西？滚出去！给脸不要脸！哟，刚才急吼吼的开门，看清是小爷我，怎么就这副如丧考刖的穷酸样？真以为是你那个短命鬼哥哥回来了？一个不要脸的外男，带着狗腿子强闯女子闺阁，不合礼数，立刻给我滚出去！什么外男？你们真当自己还是高门大族的千金小姐啊？全京城都知道，姓赵的那个秋八不是死透了，就是当了投敌的缩头乌龟。沈清雪现在就是个没人要的烂货。小爷我能屈尊踏进这破院子，是给你们脸。放屁！你再敢污蔑赵将军和小姐半句，
信不信我直接捅烂你的臭嘴？赵磊进得来，我就进不来。大家都是男人，骗一骗别人也就罢了，别真把自己给骗了。我看你这双眼是不想要了，你再敢往楼上看一眼，我今天就把你的眼珠子挖出来下酒！少爷，贱婢，你真当你们还是有靠山的人？赵磊那个野男人已经死透了，就算没死，也是个摇尾乞怜的叛国狗。闭嘴！我哥没有叛国。哈哈哈哈哈！没叛国，那他怎么不回来给你们撑腰啊？你们就在这破院子里抱着这把破枪守活寡吧。沈清雪，你听好了，3日后小爷我八抬大轿，明媒正娶心腹过门。你这位与我有过婚约的旧相识，我可以给你个面子，过来瞧瞧，看看我新娶的正妻是什么家世，再看看你自己如今这副连狗都不如的弃妇模样。少爷，就他这种没人要的破鞋，去给您敬茶都嫌脏了咱们赵府的门槛儿。哎，大家都是亲戚嘛，他现在走投无路，说不定到了婚宴上还要求着给本少爷做个洗脚的贱妾呢。赵昭，我今天非把你这张烂嘴撕碎了不可！怎么，躲在上面听够了，终于肯露头了？我还以为你要在上面寻死觅活呢。看清楚了，本少爷大婚，这可是你这辈子最后一次踏进高门大户沾福气的机会。我家小姐绝不会去受你这种畜生的辱，立刻带着你的破帖子滚出去！沈清雪，你若是现在连滚带爬的下来求我，本少爷或许心情好，能在后院柴房给你留个通房丫头的位置，总好过你在这里给那个死鬼守活寡。赵公子放心，小姐，算你识相，终于认清自己是个什么低贱身份了。既然要来，就给我穿得素净点，从后巷的角门爬进来，别冲撞了我的心腹。清雪一定协理上门。好，本少爷就等着看你能送出什么寒酸的大礼。记住了，3日后我要让全京城的人看清你这弃妇的笑话。我们走。清雪姐姐，他那么欺负你，你为什么还要去受辱？我不明白，小姐明明最重体面，为何要往这明晃晃的刀口上撞？但无论前方是火海还是深渊，只要小姐开了口，我们便跟着走到底。这弃妇还真敢登门，前头少爷可正迎娶新妇呢，我看就是走投无路来摇尾乞怜的。清雪，许久未见，你看着气色好了不少。多谢老夫人挂念，清雪身体好了不少。我还当你今日要在自家院子里躲清静，既然来了，就去前厅寻个角落坐下，也沾沾我们赵府新娶正妻的福气。老夫人说笑了，清雪今日备了厚礼，却不是为了去前厅喝这杯喜酒。哦，今日来是有一事，想要请老夫人准许。你一个孤女，还能有什么事求到我赵家头上？老天，这么多银票！希望老夫人开恩，能让燕儿入我护中，此后念书学习、生老病死、出嫁丧仪，都与赵家祖宅无关。放肆！你自立女护也就罢了，你还想带走燕儿？燕儿再怎样说，那身上流的也是我赵家的血脉，她是我赵氏宗族名正言顺的子孙。其实你说带走就带走的，沈姑娘，你莫不是失了智？拿着一叠脏钱跑到赵家后堂来强买骨肉，你把赵家当成什么地方了？你是燕儿的谁？你连她姨母都不算，你一个被退了亲的孤女，有什么资格来我面前开这个口？你以为我堂堂赵家百年门楣还养不起一个旁支的孩子吗？赵家自然是家大业大，金银如山，但赵家并非是养不起，而是养不好。混账！你竟敢空口白牙诋毁我赵家门风，大逆不道！来人，拿家法掌嘴！燕儿已经失去了父母，
如今连他唯一的亲哥赵磊也下落不明，不知所踪。在你这里，燕儿不过是你那10几个孙女的其中一位，是个无人在意、任人踩踏的旁支孤女。你满口胡言！老夫人慈悲为怀，府里好吃好喝供着，何时亏待过她？没亏待，那为何她在祖宅时不仅处处遭人白眼，还要平白无故被你们这群下人冤枉偷窃？在你们这深宅大院里，她不仅得不到多少关注，还有可能得到委屈和不甘。你放肆！赵家的家务，什么时候轮到你一个外人来指手画脚？您口口声声拿宗族规矩压人，您说您要养燕儿，可您一年想起燕儿的时间又有多少？不如过户给我，我还有些积蓄，可以供她学习，给她备齐嫁妆。这笔钱1分1毫都不用赵家出。天大的笑话！老夫人，咱们赵家清清白白，若是收了他的银子，把人过户传出去，外人还以为咱们卖女求荣呢。对，我赵家岂会贪图你这几两碎银？况且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你如今在京城是个什么名声？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？燕儿若跟了你这弃妇，一辈子的清白都要被你连累。我这名声是怎么坏的？老夫人难道不知情？你赵昭在京中所传的流言，已经让我名声差得不能再差，我此生也绝无嫁人的可能。小姐明明清清白白，为了嫣儿，竟当众拿自己的终身名戒来做筹码。你既然知道自己绝无可能嫁人，是个断了后路的，还敢带坏我们赵家的姐儿！正因为我了无牵挂，也绝不会拿她去攀附权贵，做联姻的筹码。我能给燕儿最好的。若是因为银子不够，我这里还有一些。老夫人，这弃妇分明是在拿脏钱砸咱们赵家的脸面，咱们百年门楣绝不能住口！清雪啊，你这孩子就是性子太执拗，我原是怕你一个孤女，连自己的温饱都顾不上，拿什么带孩子？罢了。既然你宁可赔上自己一辈子的名节，也执意要这丫头，我若是再强行拦着，倒显得我这老婆子狠心绝情了。我会吩咐底下人挑个好日子，让燕儿过户给你。你这是做什么？既然如此，等正式过户后，我再将银子递上。前厅那乌烟瘴气的喜酒，我们就不吃了。如风，我们走。嫣儿，以后你便只在我户上了，可有害怕？嫣儿不怕，嫣儿从一开始就说你们都是我的亲人。起初我与小姐才是这世上最亲近的人，如今平白无故多出一个赵燕，倒显得我像个外人。我想了半年，终于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。小姐，我要办女学，专门招像嫣儿这样的女孩，给她们启蒙，教她们读书识礼。小姐，你疯了？办女学？那得买书，请先生修学堂，流水一样的银子砸进去，连个响都听不见，这恐怕不赚钱吧？咱们在京城无依无靠的，你要是把家底都折腾空了，咱们以后拿什么过活？去喝西北风吗？父亲留给我产业，早就足够我们下半辈子生活了。办女学是我想做的，从燕儿身上我能感受到，看见一个女孩从不识字到诵读经典，是一件极其满足的事情。所以，我既然选择了不嫁人，那便做一些让自己感到快乐的事情。好，只要是小姐想做的，就算以后赔个底儿掉，我也去码头扛大包养你们。2万两买个旁支的野丫头，沈姑娘这手笔，满京城都找不出第二个。只是这人一旦出了我赵家的门，死活便与我赵氏宗族再无瓜葛。日后若是流落街头，可别舔着脸怪赵家绝情。族老放心，他今日起姓沈，我沈清雪就算讨饭，
也绝不会去敲你赵家的大门。手续已清，赵燕即日起改姓沈，入沈清雪户下，2万两银票，赵家收妥。小姐，一切都结束了，咱们总算能安生过日子了。咱们回家吧。沈姑娘，钱货两敌，你还有何事？这是何物？一张陈年丫鬟身契，才5两银子，拿着破烂作甚？这个帮我办成2级，也加到我的户上了。沈姑娘，你莫不是疯了？一个区5两银子买来的贱籍丫头，你要给她放粮，还要入你粮户，这京城里可没这等规矩。小姐，我的命是沈家给的，我全家都是沈家救的，奴婢生生世世都是您的丫鬟，怎么配入良籍？你快把契书收回去。你以为沈家为何要买你？因为你自小眉眼便与我生得相似。我母亲买你回来，就是为了在兵荒马乱时将你推出去替我挡灾受辱的。可我不愿，沈家已经没了，那些吃人的旧规矩也该散了。我既然活下来了，就不需要什么挡灾的丫鬟。既然我们长得像，那就是命定的缘分。从今往后，你就是我沈清雪此生唯一的姐妹。大庸律法哪一条写着不可为家奴放粮？今日这字儿，你签也得签，不签也得签。手续已清，即日起除去贱籍，改名沈如风。小姐，哦不，清雪姐，咱们的学堂拾掇的七七八八了，里头的桌椅笔墨全都备齐了。开学堂了，教你娃娃读书了。去把招生的告示贴出去，把大门敞开，迎客。几位这是作甚？学堂重地，怎可随意闯入？滚开！别碰我闺女！我不走，我要跟着清雪老师学书成。放开我！清雪老师讲的诗比那群老头讲的有意思多了，我不要回家。死丫头，你懂个屁！再不走，我打断你的腿！这在叫什么呢？诸位，孩子既然愿意学，你们为何非要断了他们明事理的路？明事理？呸！也不看看你自己个什么样的人！大家伙都来评评理，这就是个天克之人，克父克母，连姻缘都是空的。这不是前阵子被赵家退了亲的那个弃妇吗？可不是嘛！听说逃难路上就不干不净的，还敢出来为人师？你们放屁！再敢满嘴喷粪，我撕了你们的嘴！跟你学能学的什么好？学你不嫁人？还是学你抛头露面，做那些上不了台面的行当？瞧瞧他那副狐媚样子，还为人师，谁不知道他被赵家像扔破鞋一样退了回来？一个没人要的弃妇，懂什么大道理？开学堂就是个幌子，怕不是要在里头招揽些见不得人的营生？谁敢污蔑我家小姐，我砸了他脑袋！贱婢，主子不要脸，奴才也跟着撒泼。你们闭嘴！姐姐开学堂是为了让女子也能明事理，不是什么嫁人不嫁人。明事理？一个毛都没长齐的野丫头，也配跟我谈明事理？大家听听，这就是他教出来的规矩，顶撞长辈，毫无尊卑。作为人师，自该成为孩子的榜样。可他这样离经叛道，哪有一点可学的？就是跟着他，难道要学他如何变成天下孤星吗？大庸律法未曾禁止女子求学，我不偷不抢，清白度日，何来离经叛道？清白？你一个破落户还敢谈清白？也别办女学了，先想法子将自己嫁出去吧。这满京城的男人，但凡长了眼睛，谁会要你这等晦气东西？你个可恶的老婆子！哪来的野汉子，敢管老娘教训人？他一个弃妇教唆伤人，今日必须拿去见官。我看谁敢动他半根头发！你们一口一个弃妇，说她嫁不出去。这满京城谁不知道她被退了亲？天克之人，难道我说错了啊？我看沈姑娘不是嫁不出去，而是这世间男子皆是些肉眼凡桃的蠢物，连给她提鞋都不配，更无法与她相配。这杀气
便是刚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。比如我，若不是拼了这条命，挣得满身军功，博了个骠骑将军的名头，我今日连站在这台阶上多看他一眼都不敢。将军，哥，你没死，你回来了！不对，你刚才说那话，你怎么变得这么文绉绉了？咋都不说俺了？将军为了能站在这门槛前，在军营里可是把兵书当饭吃，多嘴。你还说我？你这野丫头，现在不也不说俺了？我现在上了清雪姐的户，我叫沈燕。小姐，赵将军真的活着回来了。赵将军，门外风大，还请与这位先生入内叙话。这书架用料考究，满屋书香，布局更是绝妙。传言你带队偷袭后失踪，甚至有人说你叛国。这数月来杳无音讯，你到底经历了什么？怎么会突然回京？军中有北戎人的内应，军师想了个掩人耳目的法子，让我假死失踪。我带着人深入敌后，在死人堆里潜伏了足足半个月，才将敌方将首的人头拿下。深入敌后？那你身上的伤？放心，边关战乱已平，我已经进宫述职过了。刚出宫便听闻你办了女学，遭人围堵刁难，我这才马不停蹄找了过来。哎呀，我的身份无法入官场，空有一身才学无处施展，不如到你这女学来当先生。鄙人独孤征，乃是前朝罪臣之后，此生虽好读书，但按大庸律法无法入职当官。前阵子曾随军为赵将军出谋划策。原来就是你教的赵磊读书识字。正是鄙人。既然有真才实学，那你确实可以留下。太好了，那间客房便是我的了。你在此凑什么热闹？你不随我回将军府了？你那将军府里全是大刀长枪，一点墨水都没有。我去了也是枯坐，不如在此与我最爱的诗文共享安眠。这酸儒我不管了。燕儿，你在此处也耽误了许久，现在去收拾东西，跟哥哥回家。刀枪无眼，如今我既然全虚全伪的回来了，自然该由我这做哥哥的来养你。那是你的家，我的家在清雪姐家里。胡闹！我是你亲哥，我的将军府才是你的家，你难道要一辈子赖在沈姑娘这里不成？我才没有赖！你那个将军府跟赵家那吃人的祖宅有什么区别？那些人只会笑话我口音土，背地里嫌弃我，只有清雪姐和如风姐把我当亲人。我是赵家的长孙，你是我赵磊的亲妹妹，你生是赵家的人，死是赵家的鬼。现在立刻跟我回去！你听清楚了，我现在根本不是赵家的人，我已经上了清雪姐的户，从今往后我不再叫赵燕，我叫沈燕。完了，过了户，改了姓，这等同于生生抢了人家武将的亲妹妹。赵将军，燕儿入户是过了官府明路的，你若敢发疯伤我家小姐，我今日拼了这条命也要把你捅个对穿。沈燕改姓沈了，好，挺好。堂堂骠骑将军，竟落魄的像条流浪狗。赵将军，你这满头满肩的白霜，你在这生生待了一夜。没待多久，天刚亮才来的。天刚亮，你这睫毛上都结冰碴子了，真当我是瞎子？你堂堂一个骠骑将军，刚拿了将首人头，封了长平侯，放着高门大院不睡，跑我家大门外动一眼，你们赵家又想玩什么阴的？没有阴的，我跟赵家祖宅那些心盲眼瞎的人不是一路的。不是一路的，你守在这儿作甚？若是让你那将军府的下人瞧见，指不定又要往我家小姐身上泼什么勾引权贵的脏水。她名声已经被你们赵家毁过一次了，你还不肯放过她？如风姑娘，你别赶我走，我不敲门，我就在外面蹲着。你行行好，进去帮我问问你家小姐一句话。问什么？你要是想把燕儿讨回去，趁早死了这条心。燕儿可是花了2万两银子过了官府明路的。
不讨燕儿，燕儿跟着沈姑娘比跟着我这粗人强千百倍。那你到底要问什么？有屁快放，放完赶紧滚回你的将军府去。你帮我问问沈姑娘，燕儿当初过户是因为无父无母，那我也没爹没娘，你问问她，有没有可能把我也过户给她，让我也跟着她姓沈？你是不是在死人堆里把脑子磕坏了？你要入我家小姐的户？我没疯，我是认真的。绝对不行！我家小姐千辛万苦才立的女户，图的就是个干干净净、不受男人的嫌弃。你一个大老爷们儿，还是个带兵的将军，怕是根本上不了。我有钱，皇上刚赏了我1000两黄金，我全拿出来疏通衙门，多少钱都不行吗？这不是钱的事儿，大庸律例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，女户不进男丁。别说是你这1000两黄金，就是你把整个国库搬来，律法规定多少都不行。赵将军，你至于吗？嫣儿当初迁入小姐户中，本就是为了躲避赵家那帮吸血鬼的无奈之举。她就算姓了沈，也依旧会是你的亲妹妹，这并不影响什么骨肉亲情。如果你觉得嫣儿跟着我们姓沈伤了你的面子，让你心里不舒服，小姐也早就交代过，随时可以把她的户籍迁回去。谁让你把燕儿迁回去了？我根本不是为了燕儿。我就问你，真的没有一点办法让我同沈姑娘在一个户上吗？这世上，男女若想名正言顺的同在一户，除了结婚，没有其他可能。这是皇上刚赏的徽墨和宣纸，放我那儿就是糟蹋，全搬过来给女学用。赵将军，你这都连着7天了，前天送城南的酥饼，昨天送上好的纸笔，今日又搬箱子，我家小姐的库房早就塞不下了。塞不下就放院子里，我在前线拼死拼活，皇上赏的东西如流水般进将军府，我就如流水般往这儿搬，不放这儿我心里不踏实。有辱斯文！你堂堂长平侯把这破木板床往我客房里塞作甚？我那将军府里没墨水味儿，睡不着。从今往后我就跟你挤一间屋，天天沾沾你的文气。粗鄙武夫，谁要与你同榻而眠，你休要拿我当借口。哎呦，快把我女儿的叔叔教了，学不学字不打紧，只要能在这院里看上将军1、2眼，将来攀亲可就容易了。如风，你觉得赵将军怎么样？英勇无畏，算得上一个真正的英雄。除去军功，单说他这个人，看不出来有多特别，像家里种田的老汉。赵将军，你拿着圣旨来做什么？皇上要降罪，还是你们赵家又借着皇权要强行逼迫我家小姐就范？别妄动，那是圣旨，抗旨可是要掉脑袋的。若是朝廷给将军的封赏，理应供奉在长平侯府的正堂。将军今日带到我这女学来，怕是于理不合，还请将军明示。你堂堂一个杀敌的大将军，你嚎叫什么？这是我拿命拼回来的，我用自己的军功向圣上求来了这一道圣旨。二命三命，大庸开朝以来，从未未婚女子直接获封的先例，你这是将朝堂的宗族规矩彻底踩在脚下。满朝文武就没有人当堂参你一本。我原本是想直接给你的，这太重了。将军拿命换来的滔天富贵，清雪一介商户女不敢接，但是被皇帝骂了一顿，说我是个死脑筋。你在金銮殿上当着皇上的面犯浑，皇上要是降罪，这可是诛九族的大罪。皇帝指着我的鼻子骂，说我放着高官厚禄不要，非要求一个女人的名分，简直是丢尽了武将的脸面。我原本想要随你姓沈的，但赵阁老当场气晕了过去。既然圣上动怒，宗族不容，将军为何还要如此不管不顾的强求？
为他们不懂。赵将军，你疯了吗？我沈清雪退过亲，立过女护，在这京城名声狼藉。你手握重兵，前途无量，何苦为了我一个孤女去硬撞宗族，把天捅破？因为你值得。我在前线拼杀，为的就是身后如姑娘这般的人，为的救的就是这世间还存有善良和温暖。赵将军在他的调教下，真是越来越会说话了。难怪叫独孤呢，性格好生孤僻。我知道你曾是那金枝玉叶，怎么都不会配我这个3大5粗的汉子。可如今，我就是想要聘你为妻，不知你可愿意？将军慎言，什么金枝玉叶？清雪如今不过是个被退过亲、背着满身污名的女护，你这般作践自己，将你拿命换来的荣耀置于何地？你莫要管别人怎么说，那些文人老爷看不上的，我当宝贝。你被退亲，那是他们瞎了眼。可如今，我就是想要聘你为妻，不知你可愿意？进来做一房贵妾，小爷我也能护你一生安全。俺在这里，你这亲指定能退。在这乱世里，终有一人愿意拿他的命、他的姓氏来换我一世体面。我做了这个很久以前就做好的决定。都让开！长平侯本家宗亲到了。瞎了你们的狗眼！里面那是我们赵家的人，连主婚的长辈你们也敢拦？放肆！进去通报沈清雪，就说老身念及旧情，特来为她撑一撑脸面，免得她一个孤女出嫁遭人笑话。撑脸面？你们赵家那点连孤女产业都要吞的脸面，还是留着自己用吧。如风，你放肆！没有宗亲长辈主婚，他这算哪门子的明媒正娶？不错，今日若不让我们进去，全京城都会看他沈清雪的笑话。他别想抬起头来做人。我家小姐是陛下亲封的正二品长平侯夫人，用不着你们这些落井下石的安杂人来指手画脚。侯爷有令，闲杂人等一律轰走。吉时已到，新郎新娘准备拜堂。皇上驾到！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皇帝，看不透，猜不透，似乎中间隔着千层雾气一般。他来是既当天地又当高堂。今日长平侯大喜，诸位平身，礼不可废。继续。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交拜，送入。慢着！长平侯北疆平乱，战功卓著，朕还有一份大礼要赏。天子亲自送礼，这是要加封世袭网旦了吧？哼，沈家孤女真是走了天大的运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长平侯赵磊忠勇可嘉，居功至伟。今侯爷上表求去旧本，以全情义。朕念其赤诚，特准其请。允长平侯退出赵氏宗堂，改入沈氏女护，赐姓沈。什么？改姓？堂堂二品君侯脱离宗族，入一个孤女的女护，这简直荒唐！我姓沈了，我现在是沈磊了。婚后，我才真正看清了沈磊这人的本来面目。他分明就是一个长着大汉脸的狐狸，每天脑袋里想的全是如何勾搭小姐。晨起锻炼时不穿衣物，晚上锻炼时也不穿衣物，练完了还要厚着脸皮牵着小姐的手，仔细地摸过她自己的上半身。怎么样，看傻了吧？
这可是我亲自给沈将军教的法子，保证绝对会让女子娇羞不已，夫妻之间会更加亲密。陈磊，不过半载你就出去鬼混了！沈磊，你是不是做了对不起本姑娘的事情？若是做了，尽早写和离书，我不与你周旋。没有，那你刚才风骚的动作是从哪里学来的？哎呦，夫人轻点，我真是清白的。清白？你以前碰我一下都结巴，现在竟敢耍流氓！说，谁教你的下作手段？我说现在就滚出沈家户头！是独孤先生，全是他教的。独孤先生，你不要把什么事儿都往独孤先生身上甩，他都从未成过亲，怎么可能懂这些？教什么？我可不知道。我说了多少次，院子里不准动兵器，不准弄出半点声响。我就比划两下。你以前最爱看我舞枪。以前是以前，你嫂子现在有了身孕，哪怕是带起一阵风惊着了她，我把你吊在城门楼子上打。侯爷，天快亮了，大军马上就要拔营，您推门进去看夫人一眼吧。我不能进。夫人一宿没睡，一直亮着灯在等您。军情10万火急，我要是进去了，看见他现在的样子，就迈不出这个家门了。这封信，等我走后，务必亲手交给夫人。夫人，侯爷走了，这是他留给您的绝笔。若我回不来，你便改嫁，再找一户好人家。沈磊，你这个混账！夫人息怒，侯爷他也是为了您着想，为了我，他把我沈清雪当成了什么人？夫妻同体，他若战死，我岂会苟活独善其身？他凭什么用这番话来折辱我？夫人，来人，快叫我娘！夫人发作了！热水，快拿热水来！你疯了！快把钱放下！放开！清雪姐在里面受了1天半的罪，她沈磊倒好，她被屁股躲去边关了。军情紧急，那是去打仗。且不说你打不打得过他，他到底还是你亲哥。对清雪姐好，他就是我哥；对清雪姐不好，他就是个臭蛤蟆。他敢丢下清雪姐受这种罪，我今日就去边关找他。生了，夫人生了个小公子，母子平安。如风，被笔墨。夫人，您刚在鬼门关走了一遭，绝对不能下床。拿笔来。他沈磊算个什么东西？凭什么安排我沈清雪的下半辈子？说什么若他回不来，就让我改嫁，再找一户好人家。他把我当成摇尾乞怜的菟丝花了吗？想用一句改嫁就把我推开，做梦！你若是敢死在外面，我立刻把你儿子过户给别人，让他生生世世叫别人爹，绝了你沈辈的香火。随后的3年，将军一直驻守边关。我原以为这平淡的日子有了盼头，再熬一熬也就过去了。出大事了！出什么事了？慌成这样！边关急报，沈将军叛国了，弃城而逃，直接投靠北戎了。沈磊那个弃城逃跑的缩头乌龟，叛国贼！北戎人都要打进来了，他倒是投敌保命了。前线死了那么多将士，谁来偿命？让他家里的女人滚出来！沈家的人都该死去，给前线死去的将士赔命！滚出来！赔命！放屁！我哥绝不会叛国，就算他真犯了浑，也轮不到这群满嘴喷粪的畜生来撒野！
我这就出去劈了他们！你疯了！外头有几百号人，你现在出去就是送死！放开我！他们骂秦学姐，我就要他们的命！民愤被煽动了，他们彻底失去了理智，现在出去就是活靶子，谁也救不了。不许砸，谁都不许碰家军府！哪来的野丫头，滚开！再护着叛国贼，连你们一块儿打！清雪先生教我们识字明理，没有他，我们早被饿死卖了。沈将军是顶天立地的英雄，先生更是大善人。在没有朝廷定罪之前，谁敢碰先生一根头发，先从我们的尸体上踩过去！清学姐，外面门快破了，他们连女学的丫头们都打。把门打开。夫人，万万不可！外面的人全都疯了，你带着小公子出去会被他们撕碎的。我沈清雪的门前，还轮不到一群弱女子来替我挡灾。开门！叛国贼的家眷出来了，打死这个妖妇！谁敢动先生一下试试？我与沈李二人本就是被世道催磨的孤寡之人，若非他愿拿起武器，我愿拿起书本，这世道或许还会再乱一些。少拿书本说事，他沈磊弃城逃跑，投靠北戎是事实。前线死了那么多将士，谁来偿命？我不信他会做叛国的贼人，也不信他会抛下我们。此事还未得到证实，就有人有意污蔑打压。外面都传疯了，难道全城人都冤枉他了？今天你必须给个交代！传疯了？哼！你们究竟是基于自己的判断，还是别人的人云皆云？若他沈磊真的叛国，我愿携3岁幼子一起赴死。若他没有叛国，你们可会为今日的所作所为愧疚半分。这可是拿亲生儿子的命发毒誓啊！对啊，万一沈将军真的没叛国，咱们今天这算什么？逼死忠良的家眷！我就说先别来，都怪李麻子到处乱传。要是真冤枉的人，咱们这辈子都抬不起头。算了吧，这病谁也打不了。如风、嫣儿，带孩子们回府。夫人，我没事，带小公子去洗洗。其实我不明白，明明是和2年前赵家退亲时一模一样的局。要有人传谣，只要有人泼脏水，这群人就跟疯狗一样扑上来，为什么依旧会有人上当？因为百姓的信息和学识都是有限的。有限？有限就能随便要人的命吗？他们无法站在高处看到全局，他们看不见前线的目光剑影，也看不见朝堂的暗流行凶，他们就只能站在自以为正确的局部上宣泄恐惧。那你呢？你天天躲在府里算计，你站在哪里？我会努力站在最高处。我不是很懂他口中那高深莫测的追求。我的命是夫人给的，我只能选择用心照顾好夫人。门外的风波虽然平息了，可那把悬在我们头顶的铡刀却一刻也没有移开。真正的答案
依然还在那遥不可及的前线。他到底还能不能回来？大姐，先谢谢大姐！沈将军没怕过，他单枪匹马杀穿了敌营，活生生砍下了北荣皇帝的首级。我们全是瞎了眼的畜生啊！皇上降旨封沈将军为长平侯了。侯爷，大勇的恩人呐！侯爷回来了，可侯爷他怎么变成这样了？那是昔日顶天立地的汉子，怎么如今站在自己家门口，竟像个不敢认家的流浪儿？我这副残躯鬼面，哪里还配进这扇门？沈磊，大庸的长平侯，既然平了北荣，洗刷了冤屈，为何到了家门却连头都不敢抬？你是在外面杀敌杀怕了，还是觉得我这将军府容不下你？你手里拿的什么？这一次，我把江北拿回来了。那是沈家祖祖辈辈的根啊，他居然真的拼了命去拿回来了。江北，你竟为了江北？你家院子的那棵枣树被毁得七七八八，但好在我找到的这枝还带点绿叶。我想若是好好栽培，定能重新长成材。我来栽培，你把头抬起来，跟我进家。别碰我！别过来！沈磊，你发什么疯？本就配不上你！你胡说什么？你是大庸的长平侯，你拿回了江北。你看看我现在的样子，如今伤了脸，又瘸了腿。我们和离吧，你进去吧，我明日便让人把文书送来。在你眼中，我沈清雪就是这般人吗？我成了废人，我是不想连累你受人白眼。连累？当年我被退亲，名声扫地，你可曾嫌过连累？如今你为大庸拼光了血肉，倒想着做这缩头乌龟把我推开。可我如今这副鬼样子，拿什么做你的依靠？你若真抱有和离的想法，我也不为难你。今日你便从我户中移出，我便同你和离。和离可以，但我绝不迁出。你不是说自己不配吗？两人自然是没有和离的，反而比从前更加亲密。沈磊为了遮丑定制了面具，却发现夫人似乎也喜欢一半面具的脸。从那以后，竟连睡觉都带着。岁月安稳，我终是答应了沈征的求婚，因为他说他愿意改为沈姓。这世间普通的婚姻也不过是在枯燥的日子里找点甜头，沈征给我的则刚刚够。北荣贼心不死，竟敢再犯边关，去拿我的盔甲，我要上折子请战。你连站都站不稳，怎么拿枪？只要我还能喘气，沈家的旗就绝不能倒。可谁也没想到，他在朝堂上的请求被硬生生压了下来，因为一个更年轻的人抢了他的机会。放肆！金銮殿上岂容一介女子携带兵器擅闯？长平侯举荐一个集结的丫头统帅三军，简直是视国政为儿戏，荒唐！大庸难道无人了吗？臣女沈燕，请战！
你懂什么是打仗？你连刀都拿不稳。我通读兵法，推演阵图3年。兄长在北戎的底细，我比你们在座的任何人都清楚。这简直……承让！满朝文武无人再敢出声，皇权钦定。从此，沈将军的名号正式从侯爷头顶移到了他的头顶。我们终于明白，夫人当年执意办女学，想要改变的早已不只是她自己的一生。瞧瞧，前线送回来的极品雪狐皮，正好给你做件大氅。胡闹！那是沈燕将军的信里点名要送给你母亲的，你竟敢擅动！沈征叔，你莫要多管闲事。我母亲的东西，我拿来讨好媳妇儿，怎么了？你这逆子，把手给我放下！爹，不过是一张皮。那是你小姨送给你母亲的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你凭什么拿？想给你媳妇送东西，自己滚去边关挣！少在这动你娘的宝贝！侯爷息怒，儿媳不要了，儿媳什么都不要了。大喜的日子，你在孩子面前逞什么威风？这镯子跟了我多年，今日送你。那狐皮寒气重，原也不适合你。岁月无情，懂得多，总能回答我无数无脑问题的沈征，先走了。他走得算安详，比被病冻折磨了多年的沈磊要好得多。我拿着披风，看着院子里跑闹的重孙女，忽然想起了几十年前我们在逃难路上最普通的那一天。那时候我想，我要陪小姐变成老嬷嬷，看她子孙满堂，